免疫力对我们呢非常的重要，可以说是最好的医生。免疫力强，身体就相对会比较健康，也不容易生病。那总有一些人免疫力低下，该怎么提升免疫力呢？可以试试多吃2种食物哦。第一种，西兰花。西兰花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了，也是很多人爱吃的。西兰花含有的营养很多，其中含有大量维生素、生物碱、黄酮类和矿物质。经常吃一些可以帮助提高免疫力，而且还有养肝的功效哦。第二种，胡萝卜。胡萝卜也是一种很有营养的蔬菜，胡萝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和微量元素，对增强免疫力也有一定帮助。所以免疫力低的人可以经常的吃一些胡萝卜，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炒菜。那生活中提高免疫力的食物呀，还有很多，比如菠菜、山楂、蘑菇等等，大家呢都可以经常的吃。很多人脑供血不足，可能是因为血管堵塞、血液循环不畅所引起的。那该怎么预防脑供血不足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动作也是非常的简单，首先自然的站立，腰背挺直，双腿并拢，然后将2手交叉在身后伸直，尽量的将手臂往上举，就像用肩胛骨向上推头的根部。这样坚持5秒，2个手臂再快速的落下，敲打腰部，这样反复的做2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使血管扩张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清理血管内的垃圾，有很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，能有效的缓解脑供血不足。平时预防脑供血不足，还要注意饮食清淡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养成有规律的作息时间，这样对大脑健康有帮助哦。血液粘稠很容易导致血栓形成，当血液粘稠时，身上可能有2个信号，自己要留心。信号1，视力模糊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以为视力模糊可能是年纪大了的事儿，其实还有可能是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了，导致呢视网膜供血失常，就出现了看不清东西的情况。信号2，总是头晕。如果经常感觉头晕，尤其是早上很明显，也要小心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该如何改善和预防血液粘稠呢？平时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是海带。海带吃法有很多，可以凉拌，也可以煲汤。那海带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胶质，有很好的净化血液的作用。经常吃可以防止血液粘稠，预防血栓。第二种，芦笋。芦笋软嫩可口，是开胃助消化的食物，营养也很丰富。那芦笋中含有大量的芦丁，可以加强血管壁弹性，清理血液垃圾，对预防血栓也有很大作用。粘稠是血液垃圾多的一种表现，如果放着不管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危害的。当血液粘稠时，身体可能会有2种表现，别忽视了。晨起时头晕，如果早上起来感觉到头晕，大脑不清醒、无精打采的，那么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四肢麻木，当血液粘稠时，血管很容易出现堵塞，影响血液循环，就可能会引起四肢麻木，这也是血液粘稠的一种表现。那当血液粘稠时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想要养血管，可以常吃3种菜。1. 洋葱。洋葱是生活中常吃的一种菜，营养价值很高。洋葱中含有一种叫前列腺素 A 的物质，有扩张血管的作用。经常吃可以增强免疫力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2. 苦瓜。苦瓜虽然吃起来有点苦，但却含有很多营养元素。苦瓜中含有大量的苦瓜皂苷，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脂肪，有保护血管的作用。3. 茄子。茄子中含有很多维生素 P 和皂苷，有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也能够养护血管。瘾大的人，这3个时间段不要吸烟，肺部可能会感谢你。第一个，饭后。很多人喜欢吃完饭后吸一支烟，都说饭后1支烟赛过活神仙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血流量会增加，这时吸烟很容易让烟中的有害物质快速的被吸收，要比平时吸烟危害更大，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个时间段吸烟。第二个，早上起床。对于烟瘾大的人，喜欢在早上上厕所的时候吸烟。虽然吸烟可以提神，但是早上吸烟，尤其是在空腹的状态下，很容易刺激支气管，时间长了会导致支气管炎。所以早上起床后也是抽烟的大忌，大家尽量不要抽。第3个，喝酒时。
喝酒时吸烟是大忌，因为一边喝酒一边吸烟会加重有害物质对身体的伤害，时间长了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好。所以喜欢吸烟的人，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，上面的这3个时间就尽量不要抽烟了，这样肺部也会好受一些。平时可以多喝一些有清肺作用的茶饮，这样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说非常重要，如果想让人体正常运作，那么是离不开阳气的。如果阳气不足，那么人也很难长寿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有很多行为都在损耗阳气，快看看你是不是也有。第一个行为，长期吹空调。随着空调的普及，炎热的夏天，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内，尤其喜欢让空调直吹自己。如果这样时间长了，很容易影响血液循环，导致寒气入侵，有损阳气。第二个行为，长期熬夜。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很大，而且也很损耗阳气。如果身体长时间得不到休息，阳气下降，诸多疾病也会找上门，不利于人长寿。所以如果不想损耗阳气，上面这2个行为最好不要有。除此之外，想要守住阳气，还有2个小方法，大家不妨试一下。第一个是多用热水泡脚。如果每天坚持用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同时刺激到脚底的涌泉穴，对增强人体阳气有很大帮助，同时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第二个是多拍手。拍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，人人都会。在我们手上有很多的穴位和经络，经常拍手可以震动阳气，推动全身的气血运行。每天拍手5分钟左右就行，对补阳气有很好。阳气不足又称为阳虚，对身体健康很不利，经常表现为怕冷、下肢浮肿、精神不振、腰膝酸软等。所以要及时的调理。那在我们身上有2个生阳点，大家可以经常的按摩一下，对补充阳气有帮助。1. 拍打脚心。在我们的脚底有个涌泉穴，当脚全足时的凹陷处就是。那经常拍打这里，可以帮助补充肾气和肾阳。按摩时用手掌拍打就行，每次拍打100下，或者用大拇指按揉，这样刺激涌泉穴，对缓解腰膝酸软、畏冷怕寒、下肢浮肿都有很好的效果。2. 拍打头顶。在头顶有个百会穴，在两耳间连线和正中线连线的交点处，按摩百会穴可以打通阳经，生发阳气。按摩时也是用1只手轻轻的拍打100下就行，或者用手指指腹顺时针按揉，对改善头晕、精神不振、失眠多梦有好处。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很多人都不注意日常饮食，使血管出现堵塞、老化的情况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当血管出现堵塞时，很多人认为那就多吃一些洋葱和木耳吧。但是相对洋葱、木耳来说，下面这种食物对保持血管弹性、清理血液垃圾、延缓血管老化效果会更好一些哦。这种食物就是苦荞。苦荞是一种常见的粗粮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芦丁。芦丁具有抗氧化性，可以阻止血管受自由基的侵害。那经常吃一些，可以帮助延缓血管老化，对保护血管有非常好的效果，可以说是血管的清洁工。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，由于年纪大了，所以更应该好好的保护血管的健康。那不妨多吃一点苦荞。除此之外呢，还要多注意运动锻炼，平时在饮食上多吃蔬菜水果，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这样有助血管健康。肺部是我们重要的呼吸器官，如果肺部受到损伤，势必会影响身体的健康。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养肺，养肺也就是养寿。那该怎么养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下面来看一下。这个方法就是拍打中府穴。我们要先找到中府穴，在我们锁骨下面有个三角窝，在三角窝往下隔一个肋骨就是了。中府穴属手太阴肺经，按摩时五指并拢，用手指拍打两侧的中府穴，力度适中，每次拍打3到5分钟。经常拍打中府穴具有宣肺理气、清泻肺热、止咳平喘的作用，能够帮助保护肺部，让身体更加健康。
平时没事儿的时候，也可以按摩中府穴，对肺部有保健作用。按摩时用手指指腹稍微用力的按揉2分钟左右就行，对身体健康也大有益处。的肝脏是很脆弱的，生活中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使肝脏受损。那该怎么保护肝脏呢？尽量做好下面这几点。睡前不要吃夜宵。很多人有睡前吃夜宵的习惯，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改正，因为睡前吃夜宵会导致消化不良，不仅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也会给肝脏增加负担，让肝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，那么就很容易使肝脏受损。睡前不要玩手机，睡前玩手机很容易影响到睡眠的质量。如果睡眠质量不好，那么肝脏也容易受到损伤，所以大家要尽量改正。饭后不要运动。饭后马上进行剧烈运动也容易给肝脏造成损伤，因为吃完饭后，食物中的脂肪以及蛋白质都要肝脏代谢，所以这样很容易给肝脏增加负担，对肝脏健康不利。那都说养肝如养命，若你有上面这3个不好的习惯，希望你尽量改正，这样肝脏也会越来越好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